嗨，欢迎回到99的沙巴漫游频道。那我本人呢是已经搬到马来西亚的沙巴，在雅比这边啊。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要解决签证的问题。那美国来马来西亚呢是有30天的免签，但是在这30天我要做什么呢？首先我要做一个陪读签，因为2个小孩要在这边读书嘛。那他们2个就是要做学生签 （Student Pass）。其实我本来是想办第二家园的，可惜第二家园到现在都还没有出台。那我首先得找一个陪读签来过渡一下，之后呢，等第二家园出来了，我们再去做这个第二家园的申请。那为什么我们提早就过来，没有等第二家园呢？因为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台啊。那如果第二家园出台的话，沙巴应该会有很多人来这边申请，那同时间他们的孩子也会过来。那这个时候你再去申请公立学校，估计那个时候的位置已经全部都没有了。那其实我当时知道说，原来沙巴是可以让外籍小孩申请公立学校的时候呢，我也是非常诧异的，因为他一整年的学费加起来可能也就20多$30啊。那我们的想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让小孩子先融入这边的学校，看看他们能不能适应啊，然后之后再做一些其他的调整。那我办理呢，就是找这个中介的 agent，然后来到我们住的地方，在我们住的地方呢跟我们聊，然后就把所有的资料啊都交给他，然后他去帮我们跑。为什么要让他来帮我们跑呢？因为第一个，如果你人生地不熟，你去到各个部门，你真的是不知道他们那个部门到底在哪里，因为全部都是马来文了。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个部门你要去跑来跑去，但是就算这样子啊，他这个签证就是陪读签也非常的便宜，那就是确保我在30天之后还能留在马来西亚，那孩子呢也能在马来西亚上学。那后来呢，我们跟这个 agent 聊了一下，才知道说他原来是之前一直都在办理沙巴第二家园的，但是因为在3年前，这整个沙巴的第二家园计划就停下来了。西马那边还有，沙捞越那边也还有，就是沙巴完全停下来了，所以沙巴在3年内是没有任何第二家园可以办的。那也造成了他呢，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3年的时间里面失业，就还挺惨的。所以他呢是不愿意露脸了，那我们的宝爸也不愿意露脸。那之后的这一段呢，就是跟他们2个不愿意露脸的人的对话。但是呢，我觉得它里面有非常多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以前的沙巴第二家园到底是怎么样的，它到底是怎么申请的，然后它批准的速度又是多快，整个程序又是怎么样的。那沙巴的第二家园对比西马第二家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都可以在后面的视频里面找得到。在开始之前，别忘了点赞、关注、开启小铃铛。我们现在办的是这个叫做就是陪读签嘛，陪读签是不是最快的？陪读签是基本上移民局那边是14天，就2个礼拜2个礼拜，然后是工作日还是就是工作日，那就还是working days，大概3个礼拜。对。然后教育部那边呢，如果教育部那边他发的信，他的那个同意书他快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很快了。然后文件什么都很齐的话，那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啦。OK， 明白了。所以 personal bond 是什么东西来的？personal bond 是有点像担保这样。这样要买多少的？没有的，他就是填一个表格，然后帮你 stamp 一个10块钱这样。就填个表，交个10块钱就这样子。OK， 就是有这么长一个列表，对，然后要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没有写的。OK， 这些都是这是小朋友的 student pass，然后这个是家长的。那是妈妈的，这是妈妈的，妈妈的好像不需要那么多，它最重要是学生能够申请到 student pass， 妈妈就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妈妈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有收入1万块，有马币有，那是肯定有的。这样的话是只要给我一个 bank statement 3个月的。OK， 那个全部都是马来文哦，这个不找 runner 根本看都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啊？它是 official 的 form 来的。对 official 的 official form， 这是叫人这一定要找 runner。对，但是如果是需要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做翻译的啦。OK， 我们也是有帮忙翻译的。然后后面的话，其实现在 AI 可以翻啦，但对也是可以。然后这些后面全部是表格咯。
哇哦，这么多，所以通常我们这个就是 personal bond security bond，就是贴一个10块钱了。哦，OK，然后通常这种 personal bond 我们一定是要找 local 沙巴汉才可以的。一定要 local 沙巴汉，就是沙巴本地人才可以做担保。对对对，就是出了问题就要他来保。是的，比如说什么医药费啊，它其实是有关 immigration 的事情啦。哦，比如说你在这里犯法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他们通常就是会去找他了。那找了之后有什么后果吗？也是没有的，其实没有后果这样子啦。就是意思填给他们。OK， 意思就是只要一个走个过场。对，像 MM2H 也是这样，手笔做好的，对了。对 ，OK， 明白了。那小孩子的这个签证也是同一时间，同个时间，对。那跟学校熟的话，就可以小孩子先进去适应一下。对。你们为什么会选择那个他选吗？我没有选过。因为认识嘛。OK。好像校长也认识，就比较简单处理。而且我发现雅岛的教育其实还不错的。OK 的。他们是比较他们很注重课外活动，对运动啊，还有科技啊，所以我喜欢这样子。对，希望他们多动一点。因为他校长本身是体育老师，对，他很注重体育的。他好像本来有转去上岛后来可能不适应，上岛就又转回来。因为上岛他很注重教育，就是教学部分学习的他也不喜欢的，所以他就会觉得。他可能适应不了吧，他还是喜欢多元化。那我们2个小孩都是比较适合没有那么 academic， 他们2个学习就没有太大兴趣。你要给他们在外面多动动，他们就 OK。我觉得小孩子应该快乐成长嘛。对啊，对啊，成长。我觉得你看我们念了那么多书，你们也念了那么好成绩，出来做公司完全不一样。对。我觉得我要他适应整个。懂得怎么适应社会，很重要，对吧？是，要不然有些人念到不知道怎么出来生活，很惨。是啊，很惨。社交方面啊什么的，很重要这点。觉得这边小孩都挺有钱的，家里没有，就是有些学校很特别。去个夜店都说这个上亿的家，对啊，这个要上亿的。为什么全都是上亿的？姚比真的是，你看好像没有什么声音，没有什么声音一样，他都是可以 survive 的。对啊，每个人跟你说没有钱，每天买个新车啊，对，可能低调吧，低调使得万年船，就感觉有点像那种广州，然后就是你在街上面见到一个阿爸。然后穿的人字拖，T 恤，对，短裤，然后整刀从后面拿出来一大把钥匙包周公，对，好像在 YouTube 整天看到了，常常会看到，就感觉好像雅比就是这个。就是 version on steroid，人家不是一抽钥匙，人家是整栋大楼。就好像我乡下的那种朋友拿赌的人的。你是拿赌人。然后那些朋友买房子不是看一个房子，这一排不错，买一排。就买一排。拿赌人很有钱的。很有钱。他们做什么是油棕吗？就是有还有椰子啊，就是跟农业相关金矿跟石矿，那个木材也是，而且没有地方花。我带你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没有地方花，就是因为真的没有娱乐吗？没有娱乐的，然后没有地方给他们花钱，也没有啊，所以他们到处旅游啊。所以其实我来了雅比，就是第一个感觉就是说，怎么这些东西都那么便宜？便宜吗？对，我觉得对我们美国来说吧，因为我们那边的通货膨胀已经就是他说是7%，我觉得70%差不多。美国尤其以前5块钱，我现在可能30块钱。是啊，对，很夸张的。然后我们来了这边说，好便宜哦！你们可能感觉物价是往上涨一点点嘛，但对于我们美国来说，因为我们的这个钱变大了，然后再倒回来的时候，看到怎么感觉就是可能10年前、20年前那种价格OK， 应该这样子比喻了。我们3-5千美金，在美国我们是穷人，3-5千美金我们就是有钱人。对，就是而且是很有钱的，花不出去的那种有钱。那我看我 follow 一些 YouTube 啊，他们去买东西也是几块钱，那种菜也是1块钱。看地方，但是呢，现在基本上没有了，都没有了。所以你要看我们的电费啊，我们电费他们就没有，平均300到400美金一个月。表情最低了，最低的。
然后水费大概100到$200一个月。哇塞！如果是转马来币的话就，煤气费哦，煤气费不能也是100到200马币之间，就是那边的所有的这种杂费啊，我们的税还很高嘛，税高，税加杂费，再来这边过就是所有的哈姆布兰包括吃住，就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5000是不够的，其实$5000那边在美国你养个孩子，只要养小孩的话根本不够。小孩读书是免费的是吗？是免费，但是他课后补习，因为他只到2点了，2点之后你要自己想办法。然后如果你是工作的话，你一定要找一个补习班。如果补习班好一点的那种，都是$1000一个月。是下午2点才开始啊。我们现在小孩的补习哈，2个小时一次嘛，然后3天一个，就是2个小孩1个月才$200。对我们来说啦，就1000一个小朋友。对啊，就是1000跟200的区别。我们以前送小孩，他送女儿去私人学校，差不多$3000一个月。天啊，那边真的很夸张。如果在有个他们有经验的，加油，我们美国加满油至少$100啦，但是我们的油是87、89烂的油来的。OK， 这边的油是95、98的。对，我们打98，我们打87呢，加满差不多$100。$100哦。你们这边是？我们这边加90、95跟98。然后加满才$21。我等下加给你看，我再带你真的是1/5，所有东西。我的车是小车啊，小车的话是60，打满60，95的。对啊，然后你可以用2个星期吧，一个星期多，因为你不要开比较多啊，我开比较多，1个星期这样，所以还是便宜啊。对啊，所以说本地人赚钱还是便宜，我们那边没有了，我们那边任何车至少要70-80，打底70-80以上了。所以你平时打工人也是很惨。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本地人最低薪资是1500嘛，所以1500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在这边用，在这边吃，对我们来讲就比较高物质是比较高。但是你们的住还是便宜啊。住的话，应该是说这边很多都是有跟父母一起住因为说以前的房子留给大家一起住。对。那我觉得其实雅比的人几乎就如果是工作的话，50%以上的钱都是用在吃。你们感觉是这样？吃。你还给我买 Starbucks？ 哎呀，等一下，来看一下啊，这个说没有钱哦，Starbucks 啊，有时候这个 Starbucks 很贵的，20多马币一个的。多少钱啊？现在这个10多块吧？这个10多块，10多块。就是像那个韩国人来了之后，他们办这些身份的话，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陪读钱比较多吗？还是2家比较多？还是2家比较多？就是因为通常会出来国外的是通常都是英文底子比较好的所以他们都是比较有就是见过世面的所以家境也是会比较好，经济会比较好这样子所以通常都是会。而且这栋 building 我觉得好多人都是韩国人有超过一半吧，我觉得就是在电梯里面见到了。那他不说中文，就是说韩文嘛。然后感觉像是韩国人的，就是至少一半。所以通常啦，我的手上都是接2家的比较多。就是这个很少人在办，比较少，就是只有我在办嘛。你也是没办法，有些2家是没有，暂时没办法，只能暂时办这个，然后等一下再转到那个第2家园。对，没办法，现在2家听说3月份听Jenny说好像是3月中会有消息。希望。对，我等这个已经等了3年、3、4年了，就是已经失业3年。真的，我都转补习了，真的。顺便等一下继续帮我们去补习。对，所以那时候前面的公司就也是停滞嘛，所以我就自己转了。不容易啊！其实沙巴一个政策能够牵连到不少人，就是当时跟你做第2家园的还有很多嘛，其实一样的，就是说，其实 agency 其实蛮多的。那就只是被牵连到的人也很多，突然牵连很多。但是他们能够 survive 的原因，有可能是他们除了
二家，可能他们还有别的生意。你就是非常的专注，只是做二家。对，我就是专注二家，所以失业的几率就很高了。没办法，这个希望他们不要停了，因为一旦停下来的话，这些房子刚刚盖好，这些房子就没人买了。是，他一直要盖啊。对啊，他一直在盖，但一直也不能停，因为就是老的那些，其实很多些下面的 house 旧的那些已经不能住人了嘛。对啊，人口又那么多，而且一直在增长。而且他们现在一直推沙巴嘛。所以很多外国谁在一直推沙巴？我们的旅游部一直在就是张庆信。他不推波妞啦，他是推波妞。对，因为沙拉瓦是他的那个对 hometown 嘛。对。然后顺便就推他沙巴。但其实我觉得好像沙巴位置比那个沙拉约还要更好啊。会吗？对啊，就是沙巴就在中国的下面呢，飞的话就是更比较近。OK。对，离香港也近，台湾也近，然后越南也近。还有哪里啊？泰国、澳洲是沙拉越可能会近一点。对，澳洲沙拉越可能近一些。但东西好像沙拉越更便宜一点，超级便宜。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沙巴东西那么贵？沙巴是如果没有错的话，沙巴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港口，所以所有的这些进口的东西都一定要经过中央，然后再过来这边。对，原来你们都是本地人都这样想啊。其实沙巴本身有自己的港口的。但是它不是很大嘛？不是后来我看了一下，如果你觉得盖一个港口需要多久？很简单嘛，在沙巴盖个港口快嘛。后来它原来是有一条条例哦，是好像30年前就签了，就说所有的外来的船只一定要先去西马那边，然后换一条船换成马来西亚本地船才能到其他州。因为这个消息我们也是这样听来的嘛，所以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对，因为我是做一下研究嘛，我想说沙巴全都是海啊，你找个港口，你盖一盖，那楼都盖出来了，有没有可能港口盖不出来？其实本来我们是有一个港口在附近的，但是好像斯邦嘎也是有，但是好像听说海也不是很深，是吗？进入的它有一些其实是讲海不够深，但是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它允许的话，起码就少了很多钱。但是如果是说那个泰国的 canal 成功做好的时候，沙巴就可以开始了，因为做来到我们这边沙巴，因为他们不会经过西马或者新加坡，全部被cut off，这样肯定是不可以了，没有肯定不批吧？这样是泰国的。泰国要借过来我们这边，没有，泰国开个 canal， 所以中国船可以穿过去，不用绕一圈。泰国是有一个小下来接到吉打嘛？对，它在吉打的上面一点点的地方，它要开一个 canal。OK， 然后这个 canal 呢，就是欧洲、中东那边的石油要过来的时候，直接从泰 canal 走，然后就不用经过马六甲。马六甲、新加坡全部这些货运量就会往下降。但是它就算经过泰 canal， 它如果是往前走一点的话，就到沙巴了，就经过越南，然后到这边就是沙巴。这个我还没听过。然后我是真的是查了一下历史的那些，他是说有一个条令，就是在30年前签的嘛，然后就是禁止外国船只在直接来西马 OK， 西马巴生港以外的地方以外的地方他都不给你停。一定要在那边换条本地船。我说，你看我们美国运过来的家具啊，有一个 container 嘛，要先去西马那边兜个圈，然后再回来沙巴，就很不 make sense 啊。是，在 AJ 是早上2点，凌晨2点就到旅游部那边等的，排队要拿号码去申请，因为他们有limit一天可能只见20个人，30个人这样子，过了就。你要等第2天，所以这样可以申请吗？现在不行，还全部停下来了，全部停下来，只有Kuching的现在还在跑沙拉越的，近的还在，对，沙拉越，但是他们那边好像听说申请也很久，大概半年以上了，因为他的程序跟我们又不太一样，就是完全又是另外一套，另外一套。新的沙巴的，你觉得以后也是会比较快吗？1个月就下来了？我相信会比较快啦，而且是可能没有像
我觉得我个人会认为没有像西马这样复杂的我觉得真的那个太麻烦了。但是很难说，因为现在比较多人认识沙巴。因为如果你门槛太高啊，现在很多房子自留也没有人买啊。我在这边，你有一点关系的话，你做事起来不是比较快。因为我们就是在西马那边有一个朋友嘛，他也介绍了，他说他办了大概10几个沙巴的 MM2H 在之前，然后他就说沙巴这边其实挺难搞的，因为他说变就变。你觉得？其实我们没有，我觉得没有变有变的话，但是我们这边的是，还是他没有找对人？我觉得是没有找对人，因为我们这边是 case basis 的。OK， 就是说他是有一个 checklist， 但是比如说很像，比如说他60岁了，他都根本没有工作，所以他的收入怎样有1万块，所以可能只有7000块，可能他的退休金怎么只有7000块，所以我们就要写信进去 appeal 咯。所以他还是会通过的，所以有时候还是要看 case 的，还是要看那个人的背景。我们这边是比较是 negotiable， 应该是这样讲，因为客户他不想要麻烦的。他要 straightforward， 然后你直接跟他要什么，他一次性给你，你就去处理。他不喜欢就是你来回一直跟他要什么文件的，所以通常我都会 suggest 我的客户就是我要的文件，你找到给我就可以做。好像比如说他们一定要看薪水，收薪水一定是有公司咯，所以要去公证啊什么这样子，你给到我就做得到咯。如果你给不到我，你要我去做假的，我是做不到啦。对，就是沙巴这边不帮人家做假，全部都是要全部真实。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妈妈，我在别的地方，我想过来让小孩子在沙巴上学，我是不是先要过来看学校？找好了学校，确定有位置了，然后呢，再开始办理这些，还是一来就可以先找你？先把这些东西先办一办，还是你有学校可以推荐？通常我们会先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他的 requirement 是什么？如果他都 fulfill 得到，那比如说薪水是要多少，他的 fixed fee 有多少，他的存款有多少，如果大致上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着手去选学校咯，去看学校这样子，然后中间我们就一起去准备文件，然后同时间去准备文件这样子咯。那比如说小学的话，这边有多少个小学可以选择？就是包括了公立、私立、国际学校。如果是公立学校的话，可能要看哪一些学校他收不收，因为有一些他觉得很麻烦，所以他们就不收。所以公立学校还是要看关系，还是要看关系。但是现在比较有名的一些公立学校，他们其实都收啦，因为比较竞争嘛。学生之间也比较竞争，对他们来讲是有那个 reputation。那是不是华人的小孩现在也是？因为我看马来西亚那边说华人的生育率是在减少。是啊，所以就是比较我本身也没有啊，所以就是希望说外来的华人，就是来填补这个华小的空白吗？也不一定啦，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土族。都会愿意进华小的，因为竞争嘛。如果是在他们有族的学校的话，可能就没那么竞争咯。对，其实很多文件嘛，文件只要客户配合的话，其实是要申请很容易的。沙巴是很容易申请的，沙巴1个月就可以拿到我做到1个月？对，以前吗？它的顶时间的顶是1个月，他们一定要出来，一定要出来的。哇，那以后是不是也是1个月顶呢？新的职员我就不知道。就以前的职员就1个月全部1个月，最快2个礼拜。像西马那边好像都很大半年都拿不到，因为他们的 case 很多。他们 case 很多，然后他们的 counter 也很多，所以假的文件很多。就沙巴这边比较多是真实的。沙巴因为那个官员只有2位，主要是2位在处理所有的文件，所以他们一拿到文件的时候，他们就先过滤。这个不可以，这个少了什么文件，他就直接退给我们了的。这样子的。他们不会把那个申请全部搁在一起，不会的。而且来沙巴的人很多都是比较有钱简单哦。对，西马很多那种杂七杂八的你看那个北韩都可以申请啊。北朝鲜。西马。对，后来不是被抓吗？讲那个自从不是被那个北韩的谁被杀了之后，
那个总统的哥哥被杀了对啊，然后他们才开始去查嘛，所以他们才发现到，原来很多都申请第二家园。在西马的，对，所以西马那边就是他的哥哥好像是在某个地方是被在机场是在被毒嘛，被毒打针嘛，是吉隆坡吗？不是哦，好像是用嘴巴，没有，好像是不知道被，就是没有很明显的，就是吃到一点东西的时候就他就晕掉了，就这样死掉了。是很在马来西亚，有影片在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有影片呢。哦，对，我好像记得，但是我不太清楚，对因为已经很他其久以前了。实是很简单，好像没有被，就好像有了一个女子经过两个女孩子不知道是怎么经过，然后摩打一下，然后就死掉了。有这样子的事情吗？对，因为他因为他弟弟嘛，原来就是竞争就是查下去之后，他们那些才发现人都是来西马申请 MM2H，北朝鲜通过了很多吗？对，其实我们马来西亚，他们有很多个国家其实是 restricted 的，或者是 blacklist，对啊是申请不到 MM2H，但是偏偏就是很多那些可能台底啦，有一些台底钱所以他们就这样子申请了咯，因为他们 bank statement 可能也是假的，对啊，所有的文件都是假的，所以所以那边是比较复杂，我们这边就很 straightforward 的，他是直接跟你讲Nigeria 是不能申请的，或者是 restricted 的，blacklisted 的，全部都很清楚了的。OK，那些 blacklist 的那个 form 那个 list 你有吗？之前的那 officer 他有 send WhatsApp 给我啦，有写，但是正式他们是没有公布出来的，他们是内部自己用的。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沙巴的 MM2H 办下来的话，那能够去西马长期居住吗？之前的政策是可以的，是可以，但是小孩读书还是要申请，所以读书还是要去那边申请那边的学生签证，或者是学生签证，多数都是学生签证。就妈妈可以在这边沙巴申请MM2H，但是孩子要去西马那边学校，就是申请一个学生签。对，那大概费用也是很便宜，费用也是差不多的，就是也是蛮便宜的，几百马币这样子。马币，但是因为现在新的政策还没有出来嘛，所以新的政策到底允不允许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我们还不知道啦。那比如说西马的 MM2H 批了之后，能在沙巴长期居住吗？不行。最长能够待多少天呢？90，就是跟那边的居民一样，就是90。如果来这边工作是完全不可以，不过 MM2H 是完全不能，但是可以投资，然后做股东的这个 sleeping partner 都可以，叫什么 partner？sleeping partner，就是 silent partner 呀，就可以了，就分红就 OK，可以，只能说是投资这边的公司，对。或者自己在这边开公司，然后分红也可以，但不能，就是不能够 actively involve 在这个 business 里面啦，不能 actively involve，其实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变成你是在工作了嘛。如果你工作的话，其实就是要申请那个 working pass，expatriate 啦。我如果是中国人的话，所以就算是他自己的公司，他也不能 actively working，他只能说是请一个人帮他去管理。去 run 那个 business，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很多是他们来到这边就是开店啊什么这样子，以前都没有人查的。所以未来的沙巴的 MM2H 应该跟以前的差不多，就是感觉是差不多，感觉就不知道是不是。所以沙巴的 MM2H 它的含金量应该是比西马那边的含金量要更高一些。我觉得，我也觉得。我觉得，因为西马那边他们买房的话有个 limit 的嘛，就是 condo 的话好多100万起，然后沙巴这边买 condo 是60万起，是，对啊，现在是这样。但是如果你是买 landed house 的话 ，landed property 的话是100万的。槟城那边180万了 ，landed property，好像是因为他们的地也很小，它好像是分不同的区域，好像还比那个180万更高，比如说 A、B、C 这样子。这个是正常的啦，像我们这边的话，暂时 land property 还是100万啦，像沙劳越那边好像是50万买 condo 就可以，然后他们 land property 好像也是100万，我忘记他的 guideline，沙劳越不太清楚，到时候查一下，因为我们基本上整个马来西亚就是山坡地利了。
算是像有点像一国三制，一国三制，然后沙巴一个制，沙巴越一个制，对，然后西马那边一个制，西马那边是比较多人去，比较多宣传，对。但是因为讲真，学校也多嘛，学校选择很多，很多申请第二家园的，主要就是因为孩子嘛，对，孩子要读书什么，所以。那你觉得沙巴这边的学校跟西马那边的学校有什么不一样？可能知名度没有那么高吧，但是它的 quality 其实差不多 ，quality 其实差不多。对啊，其实沙巴很多人才，呀，然后都留学到外面去，或者是都被沙巴外面赶走。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啊，我对沙巴的学校是完全不知道，没有任何的宣传，就是长什么样不知道，然后他们做什么，里面有什么 project，哪个学校是 focus 在，比如说雅岛是比较 focus 在这个 extra curriculum，然后像上岛就是 focus more on academics，然后这些我们作为外籍人是完全不知道，然后也不知道给孩子怎么选。所以大多数人选的还是西马那边的学校，对，因为有很多的 YouTuber 全部都做过介绍。对，因为很多 YouTuber 都是做西马的，很多是真的。呀，沙巴没有追的做 follow 的都是，其实我们很缺宣传的。对，真的。但是你看韩国人来了之后，像那个公立小学里面，韩国人沙巴是天然资源也被上天眷顾的一片地方，但是被政策封印了。因为没有什么天灾。没有天灾，是没有那种海啸，什么东西都可以挡掉的。那其实呢，我们是又聊了很多其他东西的，但是呢，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公开给大家知道的。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呢，记得加一下群。我们也会密切关注沙巴的第二家园，一旦有消息的话呢，会立刻发视频。那可能很多人会问我说，为什么不选择西马？西马那边学校好，但是真正我去看了一下这边的学校的话，我觉得其实西马那边呢，如果你要去国际学校的话，可能中国来的小孩会更多一些。那如果是在沙巴这边读学校的话呢，真的就是融入本地的社会，因为基本上这边的小孩都是沙巴本地人。那其实我们所知道的这种沙巴有钱人的小孩呢，其实也都是送到沙巴的公立学校。也有送私立或者是国际的，但是一般来讲，就是沙巴本地人都是去沙巴本地的学校来接受基础教育。那他们的大学呢，可能会选择去英国或者是澳洲留学，然后之后再回到沙巴。